1499年秋天，米兰城陷落。47岁的达文西带着他的学生萨莱和少数击剑行囊，离开了生活了17年的城市。他没有目的地，或者说，他的目的地从来都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下一个问题，下一个值得他停留的理由。接下来的20年，他辗转去过威尼斯，短暂停留之后又回到佛罗伦斯，后来去了曼切华，又绕回佛罗伦斯，再去罗马，最后跟着法国国王去了法国。他居无定所，受雇于不同的主顾，有时候是城邦政府，有时候是私人贵族，有时候是教宗。他的行李里永远有那些笔记本，走到哪里，那些镜像文字就写到哪里。在威尼斯，他短暂地接受了一个军事委托，协助威尼斯共和国评估如何抵御土耳其人的入侵。他设计了一套水下潜水装置，可以让士兵潜入水中，悄悄在敌船船底凿洞。这个设计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但威尼斯人最终没有采用。达文西本人也说，他没有把潜水装置的完整细节写下来，因为他不想让这个方法流传出去，怕被用来做出太邪恶的事。一个武器设计师主动审查自己的发明，这在那个年代是极为罕见的自我克制。离开威尼斯之后，他回到了佛罗伦斯。这是他30年前以一个乡下少年身份第一次踏入的城市。30年后，他带着满身的盛名和满脑的问题回来了。大约从1553年开始，达文西接了一个肖像画的委托，委托人是佛罗伦斯富商法兰契斯科·德尔乔孔多。画中的主角据信是他的妻子丽莎·葛拉迪尼，当时大约24岁。这幅画后来有了一个人人熟知的名字——蒙娜丽莎，意大利文的意思是丽莎夫人。达文西开始动笔之后，就没有停下来的迹象，也没有完成的迹象。他修了又修，改了又改，每次觉得快完成了，又发现哪里不对。委托人乔孔多最后没有拿到那幅画，达文西把他带走了，带去了他此后生命所到的每一个地方，包括后来的罗马和最后的法国。有一个流传已久的说法，达文西在替丽莎画像的时候，为了让她保持自然的表情，特别雇佣了音乐家和喜剧演员，在作画过程中持续表演，让她沉浸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这幅画最令艺术史家着迷的技法叫做晕涂法，意大利文是 sfumato， 意思是像烟雾一样。达文西用极细的笔触，把色彩和轮廓之间的边界做得极度模糊，让皮肤的光泽像是从内部发出来，让背景的山水在远处渐渐消融进空气里。正是这种技法，让丽莎的微笑永远说不清楚，因为那条嘴角的弧线在不同的光线角度和观看距离下会呈现出不同的情绪，你看见的永远是你自己投射进去的那个感受。达文西回到佛罗伦斯的那几年，正好遇上了一个比他年轻23岁的艺术家米开朗基罗·布奥纳罗蒂。这两个人是西方艺术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两座高峰，却也是彼此最看不顺眼的存在。米开朗基罗年轻、锐利，充满攻击性，对自己的才能有一种近乎骄横的自信。达文西年长、从容，但也绝不是省油的灯。两人之间有过几次有记录的正面冲突。有一次在佛罗伦斯街头，一群人正在讨论但丁诗歌的含义，达文西碰巧路过，有人请他解释。达文西说，米开朗基罗可以替你们解释，他刚好在附近。米开朗基罗以为达文西在嘲笑他，当场反唇相讥，
说：“你那匹米兰的大马可没有铸出来啊。”那句话直接戳在了达文西那个未完成的骑马雕像上，是一把精准插入旧伤的刀。1553年，佛罗伦斯市政厅同时委托了这2个人，各自为市政厅的大厅绘制一幅大型壁画。达文西负责的是安吉亚里战役，米开朗基罗负责的是卡西纳战役。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双人竞技，整个佛罗伦斯都知道，全意大利的艺术家都来看，想亲眼见这2个最伟大的创作者互相较量。结果2幅画都没有完成。1552年，在佛罗伦斯和米兰之间漂泊的达文西接受了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雇佣，他成了切萨雷·波吉亚的随军工程师。切萨雷·波吉亚是意大利历史上最恶名昭彰的人物之一，野心极大，手段残忍，为了扩张势力不择手段，据说连亲兄弟都能杀，是后来马基维利写作《君主论》时心目中那位完美君主的现实原型。达文西跟着波吉亚的军队，在意大利中部走遍了大大小小的城镇，主要任务是替波吉亚绘制精确的地形图和要塞设计图，评估哪些城市的防御可以攻克，哪些路线适合军队行进。他画的那些地图精确程度远超当时的水准，其中一张俯瞰图被认为是现代制图学的早期先驱。达文西为什么要替这样一个人效力？后世有各种猜测，有人说是因为当时的达文西缺少稳定的收入，不得不接受任何能付薪水的主顾。达文西的笔记里，在这段时间记录的是各地的地形特征、要塞的建筑结构、河流的走向，没有任何一句话评论波吉亚这个人的道德。也许那种沉默本身就是他的答案。1513年，达文西收到了一个听起来相当体面的邀请，前往罗马，在教宗梁十世的赞助下工作。教宗梁十世是麦的齐家族的成员，在艺术上有相当高的品味和热情。他的宫廷里同时延揽了拉斐尔和米开朗基罗，是当时全欧洲最耀眼的艺术赞助中心。达文西以为自己也能在那里找到用武之地，但事情的发展让他失望了。有一次，梁十世委托达文西完成一幅画，达文西接受之后的第一件事是去研究如何蒸馏绘画用的草本油料，希望改进颜料的配方。教宗知道之后摇摇头说，这个人什么事都莫开始就先想到结尾，什么事都做不成的。在罗马的那几年，达文西并没有因为宫廷的冷淡而停止工作，他继续他的解剖研究，继续在笔记本里计算光学和几何，继续研究鸟类的飞行。他也在这段时间设计了一种可以磨制大型抛物面镜的机器，那种镜子可以聚焦太阳光，被用来加热金属或是焊接。这个构想和现代太阳能聚热系统的原理几乎完全一致，但罗马的整体氛围对达文西来说是一种无形的窒息。整个宫廷的目光都集中在米开朗基罗的西斯汀天花板和拉斐尔的梵蒂冈壁画上。达文西这个老人在这个愈来愈年轻、愈来愈喧嚣的艺术圈子里显得格格不入。1516年，法国国王法兰索瓦一世邀请达文西前往法国，给他一个头衔——国王首席画家、工程师暨建筑师，还给了他一栋房子，位于安博瓦斯城堡附近的克劳克斯庄园，以及一份终身薪俸。达文西接受了。那年他64岁。法兰索瓦一世是一个真心崇拜达文西的人，不只是把他当成一件炫耀的珍品，
而是真的把他视为知识上的对话伙伴。国王常常从城堡骑马出发，穿过一条连接2栋建筑的秘密地道，去克劳克斯庄园拜访达文西，有时候只是为了和他谈天。在法国的最后3年，达文西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他的右手出现了某种神经损伤，让他无法像以前那样灵活地作画。他转而更多地指导助手工作，继续在笔记本里写作和计算。他设计了一套雄心勃勃的运河和城市规划方案，打算重新规划罗瓦尔河谷的水利系统。法王对这个计划表示支持，但计划最终没有实施，又是一个未完成。他在克劳克斯庄园的生活，外表看来是一个老人在安享晚年，但他的笔记本从来没有空白的一天。1519年5月2日，克劳克斯庄园，达文西去世了，67岁。传说法王法兰索瓦一世就在他的身旁，亲手扶着他咽下最后一口气。这个说法出自瓦萨里的传记，历史学家有争议，但不管真假，那个画面本身已经成为一个完美的隐喻，一个最求知若渴的人，在一个最爱听他说话的人怀里离开了这个世界。达文西去世之后，他把那些笔记本留给了他的学生法兰切斯科梅尔吉，附上了一个条件，不得销毁。梅尔吉用了半辈子的时间整理那些笔记，试图把它们出版，但最终只有很小一部分在他的有生之年复印。达文西的笔记后来散落在欧洲各地，被不同的收藏家购买、拆散、重新组合，有一部分流入了意大利的图书馆，有一部分被带去了英国，有一部分辗转到了法国。到今天，已知存世的笔记约有7200页，分散在世界各地的10几个收藏机构。但估计原始的笔记可能有2万页以上，也就是说，超过2/3的内容已经永远消失了。如果那些消失的笔记还在，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可能会完全不同。达文西在笔记里设计过一种类似坦克的装甲车，一种可以在水下行走的潜水艇，一种靠太阳能运作的镜面系统，以及各种解剖、植物学、地质学、流体力学的观察记录。这些构想有些比他同时代的人早了1个世纪，有些比实际被发明出来的技术早了400-500年。但因为达文西从来不发表，那些构想锁在笔记里，没有流通，没有影响当时的科学界，也没有被后人站在上面继续往前走。它是一个孤岛，一个天才的孤岛，巨大耀眼，却没有桥可以通往别人。这大概是达文西这个人最令人心疼的地方。他不是没有能力，不是没有洞见，他只是从来没有完成，从来没有发表，从来没有让那些问题的答案走出他的笔记本，去改变别人的世界。500年过去了，达文西的影子无所不在。蒙娜丽莎每年吸引数百万人去罗浮宫排队，在玻璃后面看他那个说不清楚的微笑。维特鲁威人成了人体比例的终极图腾，印在无数的设计、广告、书封上。他的飞行器草图变成了现代航空史的起点，他的解剖图变成了医学教科书的插图，他的水流研究变成了流体力学的前史。但达文西本人如果知道这一切，大概会觉得这不是他想要的。他不想成为一个图标，一个符号，一个人人挂在嘴边的天才。他想要的是继续问问题，他想要的是下一个问题的答案。也许这才是我们从他身上能学到最重要的一件事。不是他有多厉害，不是他有多全能，而是那种对问题永不满足的好奇，
那种愿意在每一个答案后面继续问为什么的执着。一个宇宙装在一个人身上，他的名字叫做里奥纳多·达文西。如果喜欢这个频道，请按赞、订阅、分享，并按下小铃铛。你的支持是娜美继续说故事的动力。谢谢观赏，我们下次见。如果喜欢这个影片内容，请订阅、分享并按下小铃铛，这样有新的影片才可以第一时间分享给你。你的支持是我制作影片的动力，我们期待下次见。